你今天所认识的 AMG 和50年前的 AMG 其实大有不同。50年前你要快，就是加大引擎、加大轮胎、加大 brake。直到没有多久以前，就是大概是10多年以前罢了。Mercedes AMG 的作品都是不容易驯服的猛兽级房车，紧凑的车身配上一具大 V8， 油门踩大一点就会甩尾。但是如今，就如同所有事物般，一切讲究的皆是精准 （precise）。2013年，截然不同的 AMG CLA 45诞生了。它有着流畅又性感的车身轮廓，男女皆爱的漂亮车尾。最重要的是，没有了 AMG 经典的大排量和后轮驱动，取而代之的是一具迷你的2.0四缸引擎，还要是偏前驱的设定，在 AMG 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2000cc 2 L，听起来就像是你妈妈大波会这样小，但是这具引擎却承担着高达 1.8 个巴的高涡轮增压值，小小的引擎却足以压榨出高达360匹的最大马力，后期还进一步增加至380匹。讲真的，以一个大波的容量来讲啦，这辆车它真的是很快，这也让它成为了当年地表最速的量产2.0引擎。我知道你要讲还有那个什么 Evo FQ400吗？可是那辆是限量版，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哇，这车真的是快，很快，非常快。但是这辆车也就仅只有性能而已，其他部分呢，它的这个起步的时候turbo lag 高高，压箱反应又迟钝又顿挫，内饰又吵又松动，而且看起来不太奢华。重点是这个椅子硬到跟那个巴士椅一样硬。我还不要讲那个避震没有避到震，只有你更多的震。而且正当你以为这样硬的一个悬吊设定会带来一个很好的操控的时候又没有哦。你在过弯的时候，车头过重，同时那个断层式的 turbo kick in 让这辆车一直在推头。无论如何，它也没有很差，只是以一台性能车来讲，它不算出众。过往的 AMG 都只做大排量的猛兽，而这一个算是他们第一次做 Tupperware 小排量性能车，也就是所谓的新世代 AMG。但讲到新世代，只是快，很快，非常快，而是变态的快。虽然账面上只是比上一代后期版的380匹多了一个40匹，但是多得了这个全新的8速 DCT， 听到吗？每个牙我都会感受到绵绵不绝的一个力量，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哇，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双离合而且这一回这台车终于不再只是快而已，因为 AMG 还导入了最新的高智能44驱 4MATIC Plus， 能够将扭力分配到前后车轴的同时后轴的中间还多了一个离合器片，能够做到左右的这个后车轮能够完全独立分配扭力。能够这样子独立分配扭力呢，也就意味着这一台车就好像有个 AI 系统一样，能够更好的去控制4个车轮的加速还有刹车表现。这意味着什么呢？更好的抓地力，还有操控表现。它的这个动态还有指向完全是照着我的意愿走，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虽然多了这个很明显的电子辅助的 feel 但是我还是觉得整体的操控还是很有精准的一个 feel 了。什么 understeer oversteer 几乎不可能，那除非开这个 drift mode， 先转去 race。然后影响进档，然后按2下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这边那个 ，Hello 喂，那个 drift mode 我要怎样开到那个 manual mode 少掉一个 steps OK， 我再去看一下。哎呦，然后在这边有了一个 OK， 再来一次 race mode ESP off。进下M1 Yes OK 终于弄到了 So 开始漂移吧，踩完油，哇原来这样容易的Oh my god 哇太好玩了，只要心中有海，人人都可以成为拓海。哦
Oh my god！ 我竟然成功做到罗难 ！Oh my god！ 太好玩了！我把很多烟，没有事，别乱飘移。哦，那个烟传进来了。到底奔驰是如何把一具2000cc 的引擎压榨出421匹，还很敢的附送你4年的保价？首先 ，AMG 直接把整具引擎倒反过来放，进气变成在车头，涡轮和排气气管则是搬到了后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进气路程大大被缩短，动力响应更好。第二点，全新的双涡管涡轮 ，Boost Bar 提升到2.1 bar， 涡轮也采用独特的 Roller Bearing 设计，转速可以去到169000 RPM。第三点 ，F1 的电子涡轮技术大大消灭了涡轮延迟的现象。这还不够，现在这一具 M139 引擎的最高转速从上一代的6000转直接提升到了7200转，以 4 cylinder 来讲，真的是很够力。打到那么高的吧，转速又那么高，也会害怕引擎的磨损，所以最后一点，他们放了一个叫 Nano Slide 的 F1 涂层技术在缸壁上，减少摩擦，在激烈驾驶之下还保证了耐操。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 AMG 的引擎工匠在德国 Alpha Turbach 的工厂呢，单独一个人用手工组装出来的结晶品，也就是所谓的 One Man One Engine。那好像这具引擎就是由这个 Nikola Stenick 组装出来的。那你知道吗？其实你是有办法找到他的，因为我们的车主就真的是有 call 过他，找过他聊天。仅有快的话，或许还是不能吸引到所有人。这一台 CLA 45S 另外一个魅力还是来自于奔驰最新的设计，给了它一个非常凶悍的 GT63前脸，仿跑 CLS 的车侧还有屁股设计，屁股底下还有个确实连着的4出排气。别忘了，这是台配车型，无框车门是不可缺少的。外观都已经那么努力想要吸引你上车了，内饰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坐进去，你能看到的就是满满的科技感，漂亮的悬浮式双联屏，搭配这个 Turbine 冷气出风口，还有自带打灯，全车的效果非常的酷炫。现在这个新的 CLA 45S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所有上一代的不足，像是弹跳的乘坐感、粗糙的驾驶体验，这些全部都被 Mercedes 以电子避震、更好的压箱、更好的刹车、更好的隔音，还有 NVH 全部完美解决了。重点是我居然还有一个人车一体的感觉这完全给予了这一辆车全新的一个定义。你几乎会忘记到它是一辆 CLA， 反而更加接近 AMG 所要给你到的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敏捷、更加灵活、更加稳定的一个体验。加上这个非常时髦又很吸引人的内饰，让你感觉到好像自己很独特的一个感觉，而且同时还又给到你一定的实用性，让这一台车表现得非常的全方位。就算是日常驾驶它也是很容易开，很 friendly 的感觉。开了旧款的 CLA 45，再跳上这一辆，我明显感受到进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它不止更好开，它也更加的容易开了。就是那种我就算开到很快就算我车手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能够有信心驾驭到它的这种安心感。这个真的是要感谢科技的进步。CLA 45S 就是个活生生的新世代 AMG， 告别了以往的大排量和难以驯服的操控，迎来的是精准和敏捷。未来的 AMG， 比如说 C63 还有 E63， 也将被迫向现实折服，采用小排量的引擎，甚至是和 Hybrid 挂上钩。而我现在所开的这一辆车，很有可能会是 AMG 最后一辆纯燃油引擎驱动的性能车。然而，在这个纯燃油汽车即将来到尾声的时刻，这一辆车绝对是燃油车里面的末代佳作。AMG 工程师所下的心血，不止于这一具地表最强的 2.0， 还有所有的科技与技术，让我们深刻体验到汽车工业的发展，还有 AMG 的宏观和实力。纯电车仍然是未来的趋势，这个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实。目前我们所能买到的任何一辆燃油性能车，使用的是已经非常成熟且高效率的动力组合，基本上可以讲是燃油引擎最后的光辉了。我能理解，这只是一辆4缸的 AMG， 还要卖你500千，但懂它的话，你不会嫌弃。老实说，我找不到一个除了你没有500千以外不买它的理由。